它很果断的压实线了。左边那么多地方，你偏要右，哇，真的右倾很明显，他走错了，已经完全是。你看，他就怼着人家去了。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智能车研究所，继续试智驾。今天我们是什么？对，理想的 L7 Max， 理想是比较早进入到智驾这个赛道的，所以它的车型一早就有激光雷达了。对，而且也最早上了端到端大模型。所以大家觉得一个那么早进入到智驾赛道的品牌，它的智驾系统的水平，在我们测试过的车型里面会排第几呢？可以在公屏上面先打一波弹幕啊，1、2、3、4、5、6，你可以估一下，我们待会就试完你就知道了。对，那在试之前呢，大家记得先关注我们智能车研究所，因为我们现在呢正在搞一个1万粉的抽奖大活动。对。然后我们的奖品呢，很大的。对，先不告诉你，反正很吸引就是了。这很大的奖品了。对，还有呢，在我们试驾之前，求大家一键3连。对啊，试车不易啊，很累的。好了，我们就走吧。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一镜到底测试驾啊！今天还是我超贝，还有旁边的韦思宇大师兄，还是我们俩。大家好。对，之前有很多朋友就留意啊，细心的朋友就说，为什么你们这个一镜到底测试驾里面唯独缺了理想呢？理想的端到端智驾就那么多人在讨论，你们为什么不测呢？其实我们之前是测过，对，测过的，从500万到800万到这次1000万。对，但因为之前的那2个车型是有保密协议说不能出啊，所以今天这个车型就可以出了。我们先看一下它经过这个路口，这个是春节的时候新修建的路口哦，很好啊，因为这个路口它是刚刚修建的，而且很不合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要拐右进来这里的，所以之前很多车型都被迷惑了。理想很好的通过了，然后我们第一个1号弯，1号路口是一个大角度的右拐，很顺利的拐上来了，而且它路线的选择都很好哦。对，而且车速的控制很好。对，直接走在自己的车道上面了。对，那么大角度都没有侵占到对方车道。好，然后马上又来一次大角度的右拐啊，我们可以再看一次它车道选择是不是还是那么理想。该没什么难度了。借了一点点，但是它还是有回到自己车道的趋势的，这个挺好的。好，然后它很果断的压实线了。这个呢是之前我们测500万 Clips 的理想的车型的时候都有的现象。对，800万当时我们那个内测版本好像也有。对，就是因为可能理想的那些训练数据里面啊，就那些司机对实线可能都是不大重视的，不太介意这个事情，所以他直接就压实线了。但是那个地方啊，其实这台车我是昨天已经试过了摸了底啊。对，也不是说摸底吧，就大概走这条路的时候也试了一下，但是我昨天走的时候它没有压那个实线的，昨天走是很规矩的。所以这就是端到端的一个特点，一夜之间就变坏了，也不是变坏了，就端到端还是有双引号变坏了。端到端，你哪怕在同一个地方，你不同时间走的话，它有可能的动作是不一样的。对，就每次的处理都是一个个案。对，好，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路线上面啊，马上我们进入到就第3个路口了啊，这里是一个右拐进去小路的。这里呢就开始了我们有一点点难度的路况了。刚好这里现在是要排队，前面还有2台车在等待通过。哇，它右边靠得很，是停了一个轿车。对，就这个车是停在这里了。好，它反应过来了，知道可以绕过去了，识别过来了。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没有跟随前车哦？就其实这种情况最简单的方法是就赶快跟随前车啦。你看这里这个车是想掉头还是怎么样？他其实在等我们，这台车在等我们。对，我要效率接管一下了，效率接管了。对这种情况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左上角的4个数字，就第2个效率接管就变成了1了。因为有些状况，像这种状况啊，其实如果等的话，大家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的，会阻塞交通，所以呢，我就会效率接管。然后这里好，看能不能提早，可以的，可以了，马上就启动了啊！看一下它过这个很窄的2个车的位置啊，可以的啊，哪怕旁边有个自行车它也很好的过来了。然后我们进入到一个暗光的隧道，哇，你看对面那个摩托车刚才是看不到的，它没有开灯啊，对，太恐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激光雷达你就会更加放心一点。对，因为你知道激光雷达能看到，真的是会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对，纯视觉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看到，反正我是看不到的。好，这里是一个窄路通行，它很果断的，没有减速的就过去了。好，
这里都没有问题。然后这里的路面划线是乱七八糟的啊。然后前面会有一个进村口的闸机，看一下它能不能顺利通过这个闸机啊。因为如果跟随前车有可能，它退出了，它判断前面为园区，所以现在是降到 LCC 的状态了。降到 LCC 的时候，而且它在这里是没有显示这个台杆的。台杆，对，所以刚才我就又介入了一下啊，我们就继续启动。这里就只能 LCC 了哦。对，它刚刚居然没有检测到那个台杆。可能那个台杆在下来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完全下来，两边的那个桩它也没有。它这里不显示，但是如果完全下来，我试过是可以的，它是能检测到有东西会停下来的。但是虽然现在是 LCC 的状态啊，你看它 LCC 的根线都还不错的。对，这里车道线还是很清楚，两边。这个 LCC 会不会绕行呢？自行车绕开了，是逼着别人绕行了。前面也有一个台杆。但我们现在还是处于 LCC 啊，就是一个功能降级的状态啊。那所以这个介入就不算了，因为现在还是功能降级的状态。我们出到外面的时候我们这里再启动，ANOA 来了，好啊，马上就上蓝度了。你看 T 字路口可以左转，五宝库 T 字路口，刚才右手边有个电动车冲出来了，对，前面好又有一个电动车冲出来了，他抢在他们前面走，抢在他们前面。对，其实他在远处的时候已经去探车道了。然后现在过这个窄路，对，这个速度还蛮快的哦。但是他很有自信。就是它快，但它不会说突然有速度的变化。好，然后前面又有一个大货车停在这里，然后能不能抢过去呢？抢过去就好了。不单。对，它如果这边减速的话，到有可能被对面的车抢过来，我们就交替通行就麻烦了。但为什么突然就很谨慎的？对，不知道怎么回事。没车。对啊，对。没车。刚才他前方的那个引导线突然就变短了，就好像他算不出来的样子。好，反正一个小插曲之后又正常了。我们这边有一个五保户的右转刚好今天哇，你看这个大阵仗啊，你怎么绕过去呢？把整个对车道都占了，能不能绕过去呢？他好像还没发现是一个死车哦。还没想清楚，我已经把后面堵上了，所以我要帮他一下了。对我又要效率接管了。你看，他还是往右的，所以这里我必须效率接管了，效率共驾都不行了。但这个确实有点难啊，因为这种状况就很不常见。好，我们继续启动 NOA， 然后前方我们就一个拐左，就进入到比较正常的路线了。我们现在这台车的车机其实是升级到一个测试版，是 7.1 的，但是大致上的功能跟 7.0 是一样的，就包括 7.0 的那个这个 AI 推理功能它也是有的，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一部分的看到理想这套 NOA 系统它背后是怎么工作的。对，它的 AI 可视化，它会把他们检测到的这种路况它规划出来的，对，规划，然后你看按照百分比最高的那个来对，所以端到端模型就这样，端到端它会输出很多个结果，然后会每个结果会带一个可以说是概率吧，也可以说是分数，或者说评分。对，评分，然后就是通常来说都会采用最高的那个评分，因为那个是最靠谱的。但有时候像刚才那种绕行的情况呢，其实那种情况下，那些低评分的输出就有它的意义了，因为通常在那种情况，它就会输出一个绕行的路线。你看现在它也不断的输出绕行前车的路线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评分还是跟它。哇，先看一下这个路口啊，这是一个没有灯位的路口，然后两边都有车出来。好，它比较谨慎的，它比较谨慎，它确认了都没有车出来了才会通过。好，然后这里我们因为前方要靠右的，我们就回到地图，回到地图，怎么回到地图？这里，对，然后这个对，这样子，对，我们前方要拐右的，他刚才已经提前的转到右线上面了。好，这里我们就看一下拐右之后的那个隔离带会不会把它给迷惑住啊？好，这里又踩了一下实线啊，但这个实线的问题倒不是很大。这个隔离带，很好，他很聪明的，对，还是拐，对他选择了左边，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之前有车型是进去辅道了，进辅道就还要再出来，就比较麻烦。好，我们前方就是一个带灯号控制的掉头位，这里我们就看一下 NOA 它能不能自主的掉头啊。应该难度不大，应该难度不大。对，而且前面也有车是可以跟的。好，这里看一下它的动作啊，是稍微靠右一点点，对，踩着分界线，然后再向左，很谨慎，虽然没有车，但是很谨慎。掉头的时速大概是10公里左右，这也很正常。车速比较稳。对，目前来说，我们测过那么多能掉头的系统都是10公里左右。这里是因为有个途经点在右边啊，所以它会靠右走。这个我们就把它忽略掉了啊！你看，它就回到，他是想进去了，他想进去了，这个我把它掰回来，这个是途经点的问题，我们就不算进去了。对，好，我们继续那位。但刚才那一下是先往左再往右，那个假动作。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很像人类司机哦。你会这样开车的吗？那么大幅度的动作？有时候如果你判断右侧的你担心那个有点窄的话呢，你的确就会先往外走一点点，然后在里面这样往右拐。好吧，有可能他的训练数据里面刚好有类似的一些数据啊，所以他学到这个动作了。对，我们说端到端的自驾就会端到端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啊，就是用很多人类司机的视频数据去喂给系统，对，就实际的开车的这种数据。对，然后系统就会在这些数据里面自己总结一些经验出来，用在他自己的这个辅助驾驶上面。所以如果训练数据里面会有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的话，那其实这个模型出来的动作也会有这个拐左就不大好了。其实你看，对，我们右边有很多的空间的，它硬要压过来左边线走，所以这里我就接管了，因为刚才离左边那个车已经很近了。刚刚是让2台车都是加速的去超过我们的车。对，他占了别人的，其实就虽然我们在路口中间是没有车道啊，但是我们开车都知道了，我们原来有3个车道，拐过来这边3个车道，那你中间你还是应该按照左中右这样来走嘛。对，就大家平行的这样来走。对啊，但是我们刚才一出来，他就走到左边去了，他就好像跑赛道要压弯心一样。压弯。所以刚才有一个接管了啊，因为刚才左后那个车有一个车谨慎通过，有一个车是加速通过的。加速通过的。对，所以我必须要安全接管了。好，这里我们就回到一个正常道路啊。所以现在虽然1000万，我感觉是比之前我们试那个500万跟800万会好了，但还是有以前那种小问题，就端到端的那个小问题，就下限有点低，偶尔。而且我感觉因为我观察它的这些提示啊，其实它提的最多的一个是叫提效率。就是说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它这个版本它可能在效率优先方面，它做了更多的一个优化。对，现在其实大家对于自驾系统的需求还没有达成统一的。就有些朋友呢会觉得，只要有一点点让我觉得不舒服，我就宁愿自己开。对啊，就比如说吧，我昨天那个腾势的片子出来之后啊，在 B 站上面有一个朋友评论说，他也是开理想的。他说他的那个理想在高速开了 NOA 之后呢，就会压着分道线的就偏右，在车道偏右，他就觉得很不喜欢，他就要自己开了。对，所以这代表了一部分朋友就是希望这套系统它是很稳妥的，这样才放心。但也有一些朋友呢就会觉得太稳妥的话就太慢了，我受不了。所以就是也会跟车企反映说，你们能不能学一下华为啊，快一点啊，效率优先啊。所以现在大家就在这个平衡当中去找中间的位置了。其实这个是挺难的，因为就算我们自己啊也开车那么多年，其实我们每个人开车的风格或者他的偏好都是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的，对吧？那你要让一个这个电脑系统去适应那么多人的口味，其实还是蛮难的一个事情。对，像一个厨师做的菜，他要所有人都喜欢吃，要东南西北的人都喜欢吃，那这个也挺难的，众口难调嘛。对，
好，大家到这里有没有发现今天我的声音好听了？是因为我们感冒你个头，因为我们上了新设备。这里为什么又刹车了？我们上了新设备，我们斥巨资买了一套新的麦克风，激动的人说都说不清楚。所以大家是不是应该一键三连啊？给点鼓励啊！就我们为了让大家看自家视频的观感越来越好啊，也在不断的改进我们的设备跟拍摄手法。对，希望大家一键三连啊，多多支持啊！还有就记得关注我们智能车研究所。对，没关注赶快关注。现在我们正在搞一个1万粉丝的抽奖，其实我们都快的奔着15000去了。对，是的。但现在呢还来得及。对去抽奖的。对，我们好像这个视频上线之后，应该还有1-2个星期吧。就大家反正赶快，反正先关注了肯定没错。对，关注了，然后看一下下面评论区，看看怎么抽奖啊，抽一个，说不定中大奖的就是你。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口，它能不能这个又有点打，这就有点迷惑动作啊。这里应该是，你看，左边那么多地方，你偏要右，哇，真的右倾很明显的走错了，已经完全是。我刚刚看到它的引导线是跟着刚刚那个。对，但我们的导航明显是这边的，被带偏了。被带偏了。我们看能不能启动啊？可以启动了，启动了。这里我要谨慎一点了，因为现在这个路真的很窄。又卡住了，卡住了，我要帮他一下了，其实右边是可以借一点位的，对，但这里真的很窄，这里我要效率通行了，对，我要效率接管了，这是真的窄了，这里还是挺难的。对，好，回到。不难了，不然你就自己来啊！把舞台重新交给 L7 Max， 交给 NOA。所以目前这种自驾系统还是不能完全替代人的作用的。不能的。就是我现在开 X9 上下班嘛，小鹏 X9 嘛。然后昨天我的 X9 是刚刚升级了一个新的版本，能力是明显强了。那所以呢，我今天早上我就想那我试一下从老城区我就直接开自驾回来怎么样？然后结果呢，确实它跑就自驾占比是比之前提高了，但是我中间有4次接管，有2次是急刹的接管所以还是在多车的情况下，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启动自驾，就是在那种路况比较好啊，没有什么隐藏危机的情况下，是可以大胆放心的用自驾了，它能减轻你的驾驶负担。对，但是复杂的路况，你看像这种你看他就怼着人家去了。就没法绕行了。对，好，我们继续等过了这里先了。这里启动也启动不了。这种会车啊，这种状况呢，如果人类司机开，大家有一个很常规的动作，就是互相确认一下眼神。对，对吧？你看一下我看一下你，大家就有一个默契，到底谁先走，谁先让。你凶你先走。对，或者大家友好的，或者招一招手，就让你先过，或者我先过。但有时候系统这种靠这种不论是摄像头还是激光雷达，它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是对的。好，这里是一个有点盲弯但是哇，这个走到这边车道。对，他走得太左侧了。对，所以这里我就干预了一下，有个安全接管了。就哪怕他刚才走在中间，我都能看透这个弯，都不会干预他。但是他靠得太左了，完全贴着左边走了。好，这里2个人绕行，他这些绕行倒是很丝滑其实我觉得这个版本的 NOA 的动作是很丝滑的，对，就他的动作很拟人，但只不过就是有时候他的反应就不够，预判不够远。像刚才那个大车就如果他的预判能早一点，走在右边让那个大车过，其实大家都能过的。对，但他好像就是怼到大车面前才在想。就如果按照我们人类的说法，就是反应慢了一点。对，好，这里是一个左拐的路口。这个道拐得不错，对，这个拐得很好。我觉得理想他们的自驾拐这种弯是拐得特别好。而且刚才这个弯就是走在右边车道了，走自己车道了。再看一下这个90度弯是不是这样
你看它还是偏右，这个很好，还是偏右，对，这个很好，压到对面。对对对，因为这种90度弯，如果是一般的系统，它可能会走最短路线。对，就像跑赛道嘛。还有你有没有发现它减速了？它在这种就小路口前面减速再通过，这里是有点盲弯的。这个对，这个也很好。这种盲弯其实就应该减速，对，因为你哪怕自驾系统。你的激光雷达也好啊，你航拍雷达也好啊，你计算很快都好，但是我作为司机我就压力很大。但只要你减速，我就觉得可以放心给你开。因为这里如果是正常的老司机都会减一下速，都会减速，就要看清楚的。是，但有时候因为我们毕竟我们坐在这个位置是晚一点能感知到右前方的状况的，而且就人类的反应速度肯定比这种系统要慢嘛。那所以自驾系统它比人类晚点减速，我觉得这个道理上呢是说得通的。看一下这个拐右线啊，这也是它也是有个趋势，先走自己车道然后再出来，它还打了转向灯出来的。对，这个动作也是做得非常到位，这个动作很好。对，还是就说回刚才那个路口啊，虽然我知道道理上自驾系统它是可以晚点减速，甚至不减速安全通过，但是给到我的压力就很大。对，所以我觉得它拟人一点，主动减速的话，这个你到底过还是不过呢？我不敢搏啊！是你踩了刹车，我踩了刹车，我想他想过的。但是因为他过得不果断，他刚才之前犹豫了，对，有点就一下快一下慢，一下快一下慢，而且我不知道这个黄灯的时间有多长，关键是其实他也不知道，对他也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拟人的。如果你第一次走这个路口，你完全不熟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还是会有犹豫的，这个倒是真的但是这个犹豫就很正常的。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红绿灯十字路口看到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其实都会这样的。可能你会看到他的车速会稍稍提一下，然后马上又踩了刹车。对，但他只是犯了一个所有人都会犯的，也不算错吧，就是出现的这种一个状况。对，刚才如果我不踩刹车的话，它是可以黄灯的时候通过的。对，理论上黄灯通过也没问题，只不过我判断不了这个黄灯有多长啊。就他如果不犹豫，他刚才那下不犹豫直接过的话，就没问题的。我们预判不了这台车的预判。好，这个教练车是打灯的。对，他稍微的压了一下右边，稍微的避一下。对，这些动作，这个小动作还是挺不错的。好，然后我们前面就会回到我们的主道上面，是不是？但他不是，是因为他选的路线不一样。对，选的但是他很快你看我这边切换路线，他马上就回来了。但还是压实线过来这一点点算了，不要看不到了，这是我的问题。对，然后前方是他要避开那几个大车了。赶快的向左变道避开它。是不是呢？还不发起变道？两边都有车，但是他都没有发起变道哦。对啊，按道理前面他直接就跟着这个车的引导线，有了，对，终于想起来了，但是怎么又回来呢？他判断这边是那个转出去匝道了，所以他要直行的话，他又回到这条直行车道。好吧，你这样解释也行吧。也不能说他错因为地上的指示很明显，这个已经是那个是出匝道的。对，但就是远远的都没有到出匝道的地方。对，他就没有像一般人的老司机呢，他可能就会走一下，然后再向左变线过来。这里还不够老司机。刚才那下也是挺有段位的，所有我们猜不到的动作都可以说是有段位。好了，这里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快速路上面了，那快速路的，就虽然理想现在是一套系统，就是它的城区跟快速路都是不再分的了，但是在快速路上面的处理应该是一样的。那现在我们是没有发现，就那位网友说的会偏右。现在走这个车道是跟它很直的，对，一般还是居中，对，比较居中的，这个倒没有问题。所以其实那位朋友说他的理想偏右有可能也是端到端，因为端到端的系统有时候真的在那个情况下，可能有某些东西让他觉得他应该偏右走，
啊，当然我不是说那些看不到的东西啊，有些不难以描述的事情。就有时候就端到端模型，它可能在画面上感知到某些，比如说这个隔离带啊，这交通警示牌啊之类的，或者旁边的车之类的，会让它联想起之前某一个训练数据里面要偏右走的场景，它有可能就会输出一个这样偏右走的结果，这是端到端的一个特性。它本来就有一些不可描述的这种情况，对，就不可解释性啊，对，不可描述，就不那可解释性。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在你的优质的数据越来越多的前提下，它会慢慢减少，甚至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对于端到端的智驾现在，可以有一个比较包容的心态啊。毕竟现在还是在进步的过程当中，现在我们的智驾模型还没有去到一个非常成熟的状态，它还在成长，它是一个小朋友。或者说大家对这种智驾系统，我们的期望值要稍稍调低一点点，对，不要调得太高。对，但是就经过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一路测试啊，其实是有进步的，进步的很快呀，不断的在进步，进步的很快呀。我想说，要就是说怎么讲呢？要合理而且理性的去看待这种事情。对，就是我们作为媒体，我们就希望把这些进步尽可能的分享给大家。但是大家作为用户的话呢，使用这些智驾系统一定要谨慎的。对，就千万不要就觉得他们已经自动驾驶了然后我就方向盘检测，我找个东西骗了它，我就睡觉了打牌了，千万不要这样做。对，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测试的目的呢，是尽量去探测它的上限和下限。对，那当中肯定也会有一些可能像刚刚一些需要紧急接管的情况出现，那我们是有这个预估的。但是如果大家在日常使用的时候，作为出于安全的考虑，出于稳妥的考虑呢，其实是不要尽量去踩到这种上限和下限。对，而且就在做这些测试的时候，我会把我介入的时机放得更晚一点。但实际上我自己平常开车，我也经常用智驾系统，对，但我介入的时机会更早。我不会让自己太被动的。对，只不过测试的时候，我希望，对，我希望可以看到它最后会不会就自己去把它修正过来。对，所以我会把这个介入时机再放晚一点。但是如果再晚有可能出现安全状况的话，那我也不想看到，所以就是比我正常晚一点，但也不会到极限。对，就我们尽量去探测这个极限的这个边界。但是日常使用的时候，大家就对，尽量不要去探测这种极限了。对的。好，这个路口等很久啊，在等很久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再看一下这个 AI 推理。对，这里你能看到，这边是端到端模型，这边 BLM。其实现在理想的这 Max 车型，包括 Ultra 车型比如说这台 L7 Max，它是有两片 Orin X 芯片的嘛。理想是这样的，有一片是跑端到端模型的，另外一片呢是跑 VLM 模型的。所以你从这里能看到 VLM 模型其实是很吃算力的。它已经能把一片 Orin X 254个 TOPS 的算力就吃掉了。而且它这个输出是1秒3帧，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它更新很慢实际上它的更新是会比这里快的。对，它只是觉得有一些就多余的就没必要去显示。对，比如说现在1秒就我们前面也没有什么状况，它就不会刷新的了但这边就会不断的刷新给我们看到。好，我们这里是一个拐左的它这个拐左很守规矩但它整个这个曲率把握的还是很好。对，还是这个路口它就走在它应该走的那个虚拟车道线上面，就没有刚才我们那个转左路口在走别人车道，所以这就真的有时候猜得不到的。这边是一个注意力系统，因为现在端到端模型，智驾端到端模型都是用那个 Transformer 的模型嘛。Transformer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有注意力机制。其实为什么用注意力机制就跟我们人一样的，我们的注意力是必须要放在，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不可能覆盖所有的东西。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有限的注意力放在必须的地方。那现在 Transformer 的其中一个突破就是这样，它能够把注意力不是平均的分布在一个画面上面的所以现在因为我们不动的，而且没有什么突发状况，它的注意力就平均的。但如果待会儿动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有些接近我们的东西，它会获取更多注意力。对，就是它会分辨哪些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先处理那些最重要的东西。
然后那些远的，就比如说现在对面可能有个美女在这里秀大腿的话，他注意力不会放在那里的。对，但可能人类司机注意力就放那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自驾系统其实比人类司机靠谱，至少他的注意力不会放在不该放的地方。对，像一些远处的静态的这种物体呢，觉得它就基本上他不会获取到注意力的，不会去关注它们的。是的，除非它突然动起来。就很大尺度的动起来才会获取到注意力的。你看现在这些机动车走过去，它也不会有就特别它注意力集中的地方。对，好，我们看一下，我昨天好像发现了，先回来这个地图界面了。我好像发现它这个读秒，你看它的读秒是跟那个不一样的，它用的应该是地图数据，它就没有说用摄像头数据去把它更新过来。所以它主要还是根据它摄像头看到外面的那个灯号变化来去做这个决定。对，这个读秒只是给大家参考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些注意力的，我们接近那个视播嗰個係啦，它就會探測兩邊。對，藍色綠色是低的，紅色是高的，所以如果就我們比如快速接近，你看旁邊那個車快速超過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比較接近我們的那一塊就會獲得高注意力的。然後就如果那個車剛才一腳剎車的話，那它就會判斷那個車有碰撞危險，然後就會繞行啊，或者我們也剎車啊。對，這個就是它一個機制啦。只不過就我們有時候可以看一下。好，就來到我們這一段路線，我們這一段13公里長有30個考察路口的路線的第30號路口，就最後一個掉頭位了。看一下這個掉頭它能不能順利的自主完成啊？應該是沒問題的。對，它是跟着前車的。對。好，這個還是11公里，它這個掉頭的速度比別家快了一點點啊。好，最後有一個加餐的，這個就不一定能過啊。我們看一下，就是進入園區這個是不行的，對，是不行的，因為這個真的是很難。突然一個90度的拐過來。好，那我們理想 L7 Max 的這個7.0 大版本吧，我們就不說那個具體的小版本了。7.0 大版本，然後是一個 V13，對V13 VLM， 然後是1000萬個 Clips 的第39號模型。哇，理想真的很懂得做這個東西，再給大家看一下。對，這裡有15.7我們目前是只有這一個模型了。對，它是有1000萬 Clips 的。對，這個前面的10就是1000萬，因為之前800萬是8然後15呢就是在1000萬這個 Clips 的規模下面的第15個模型，然後7就是這個第15號模型它的第7次跑出來的，第7個版本。對，第7個版本。好，我們最後再來走一個機動泊車。他今天沒有發現車位哦，我們就去前面試一下。還是因為我開了這個界面，按道理來說，這裡我車速慢下來，它應該就發現車位了。它顯示有一個找到車位。找到車位，但是它沒有顯示出來。沒有顯示車位。對。好，我們可以來一個就這個吧。對，就這個吧。直接來自動泊車。其實理想的自動泊車也是做得蠻好的。其實我們剛剛可以離車泊入，看看他自己怎麼泊的。今天因為沒有人幫我們拍攝嘛，我們就在這裡看了，就在用這個鳥瞰圖來看他怎麼泊了。好，這個位其實挺窄的。右邊那個車已經壓線了，左邊這個車有沒有？左邊這個小鵬 P7 加。好，剛好。對，但它這裡就沒有收後視鏡。沒有收後視鏡。好，停完了。好，開啟了便捷上下車，然後停完了。停完了，看一下現在後面還剩多少？後面還剩65厘米，其實還可以再厚一點的，因為後面有些草出來，所以它就比較謹慎。好，然後總結一下，你看我們就是這個13公里長的然後開了半個小時，自駕佔比不止吧？這可能我們一開始去那條路的也算進去了。其實我們這條路上面自駕佔比是應該100%的，對，幾乎100%啊。
啊，它就有这些数据出来了。好，那今天我们对理想 L7 Max 的一镜到底测试价就到这里了。大家觉得 L7 Max 的表现怎么样呢？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反正他们升级很快的，所以大家可以对下一个版本有预期。等以后升级之后，我们会再测试一下，看它的进步有多快的。对，好，那今天先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记得一键三连，记得一键三连。好，拜拜。拜拜。